一个女孩刚刚结束了一段糟糕的恋情，不久后在自己的公寓里被杀害。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女孩的社交圈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罪魁祸首更是令人意想不到。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希瑟谋杀案。莫弗里斯伯勒是田纳西州的地理中心，也是卢瑟福县的县城，人口约为15万人。1826年以前，这里曾是州首府，后来被纳什维尔取代。如今，它是田纳西州最大的本科大学——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所在地，也是该州的第6大城市。2015年8月7日，莫弗里斯伯勒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一名女子说她的同事在公寓里被杀害了。接警后，警员汤米·梅西来到现场，并对报警者进行了询问。他名叫凯尔西·普莱斯，是受害者的同事兼朋友。他告诉梅西，受害者是22岁的希瑟·梅普尔斯。希瑟搬到这里还不到1个月。他知道希瑟喜欢睡懒觉，所以每天都会找他一起上班。早上9点多钟，凯尔西来到希瑟的公寓。当时公寓的门没有上锁。凯尔西一边叫着希瑟，一边来到床边。他看到希瑟只穿了一件上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凯尔西试着推了一下希瑟的脚，当他触摸到希瑟的脚时，发现那是冰凉的，他被吓坏了。于是凯尔西离开了公寓并报了警。此时另一名警员拉里·梅普尔斯也来到了现场，他和梅西一起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公寓位于2楼的楼梯边，面积不大，打开门就能看到公寓的全貌。地上到处是散落的物品，进门往左就能看到床，床边的窗帘是半开的状态，但窗户是锁着的。受害者侧身背对门口方向躺在床上，除了上身穿了一件单薄的 T 恤外，没有其他衣物。右腿搭在床沿，右手紧握着床单，指甲有些撕裂。受害者身上有多处明显的创伤，特别是头部，伤口被鲜血覆盖，难以看清伤口的形状。床头的墙上有飞溅的血迹，床单上也有血迹以及一些毛发，并且受害者遭到了侵犯。根据现场的情况可以推断，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受害者希瑟·梅普尔斯1992年8月23日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奥卡拉。希瑟的母亲詹妮弗·亨特说，希瑟降生那天刚好是飓风安德鲁登陆佛罗里达州，所以他称希瑟为飓风宝贝。希瑟从小天真活泼，惹人喜爱。杰纳·戈麦斯是希瑟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也是希瑟最好的朋友。希瑟开朗的性格令他印象深刻，他们都参加了啦啦队，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2004年，当希瑟上7年级时，希瑟的弟弟莱恩出生了。莱恩天生患有发育障碍，智力水平低于同龄的孩子，但希瑟依然非常喜欢这个弟弟。他的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和莱恩一起度过的。他教莱恩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尽管莱恩不太聪明，但希瑟从来没有责备过弟弟。杰纳和希瑟常常谈论音乐、时尚和理想。希瑟想上大学，但又想早点工作。高中毕业后，希瑟成为一名校园辅导员，这样他就可以既工作又能留在学校里了。2014年的夏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是希瑟高中时的朋友查兹。他知道希瑟一直想上大学，因此建议希瑟去田纳西州和他会合。查兹现在就在田纳西州的莫弗里斯伯勒，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大学城，学习氛围很好，专业的选择范围也很大。希瑟来这里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显然，希瑟被打动了，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支持他的任何选择。2015年1月，希瑟开着他装满行李的车来到了莫弗里斯伯勒。不久后，他和查兹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希瑟也搬到了查兹身边，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切都很顺利。凯尔西·普莱斯就是希瑟在打工时认识的。凯尔西第一次看到希瑟时，
被他的热情所感染，和希瑟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很快，凯尔西就成了希瑟在田纳西最好的朋友。但到了4月份，希瑟和查兹的关系开始变得糟糕。不久后，他们就分手了。于是，凯尔西让希瑟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但他的公寓很小，生活不太方便。几个月后，希瑟在凯尔西家的附近找了一间公寓，这才安顿了下来。7月底，希瑟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并告诉母亲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被中田纳西大学心理学专业录取了。希瑟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但仅仅1周后，希瑟竟然在公寓里遇害了。警方在移动受害者的尸体时，发现在尸体下方的床单上有一个清晰的血指纹，可以确定这个指纹不属于希瑟。因此，警方将这个指纹交给了国家数据库进行比对。此外，警方还找到了另一个线索：希瑟的手机。但手机上了锁，暂时无法打开，需要让技术部门帮忙解锁。由于公寓的门没有遭到破坏，警方认为这可能是熟人作案。现场调查结束后，警员梅西要进行一项艰难的工作，那就是将死亡通知告诉受害者的家人。希瑟最好的朋友凯尔西自愿接受了这项工作。当他拨通詹妮弗的电话时，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接说希瑟去世了。这可能是最直接的方式了。詹妮弗知道不会有人用这个开玩笑。他努力控制情绪，询问了事件的大致经过，并和凯尔西交谈了几句。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才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他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就是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当时的悲痛依然记忆犹新。在通话中，詹妮弗还提到他在6天前刚见过女儿，没想到那是母女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接着，警方对凯尔西进行了询问。凯尔西说，希瑟在田纳西的朋友不多，所以有什么心事都会向他倾诉。他知道最初是查兹邀请希瑟来这里的。其实查兹对希瑟一直有好感，但当他真的和希瑟交往后，就原形毕露了。查兹常常对希瑟怒吼，有时还会动手。有一次，希瑟哭着打电话给凯尔西，凯尔西帮他报了警，并且警方对查兹发出了限制令。在这件事后，希瑟和查兹彻底分手了。听完凯尔西的叙述，警方认为查兹存在很大的嫌疑，因此他们决定找到查兹并对他进行询问。正当警方追寻查兹时，案发现场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就在案发当天晚些时候，一名男子来到希瑟的公寓，并且他有公寓的钥匙。在警方看来，凶手回到案发现场并不是奇怪的事，因此警方控制了这名男子，并对他进行了询问。他名叫迈克尔，看起来有些沮丧。他告诉警方，他是几个月前在酒吧认识希瑟的，尽管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迈克尔还是一眼就喜欢上了希瑟。在案发前一晚，他曾见过希瑟，当时希瑟在一家名叫绅士吉姆的酒吧遇到了麻烦，一个叫阿尔塔维奥的男子在那里骚扰了希瑟。大约在晚上11点40分左右，希瑟打电话给迈克尔，希望他能去酒吧帮他。之后他去了酒吧替希瑟解了围。离开酒吧后，他们去吃了一些东西，然后迈克尔开车送他回家。他扶着希瑟上了楼。公寓的门是虚掩的，并没有上锁。进门后，他将希瑟扶到床上后就离开了。当时大约是凌晨2点15分左右，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希瑟。当警方问他为什么会有希瑟公寓的钥匙时，他说是因为当时希瑟身上没有口袋，所以他将钥匙放在了迈克尔的车上，结果忘记拿了。他回到希瑟的公寓也是为了去还钥匙。迈克尔坚称他只是送希瑟回家，除此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做。警方要求提取他的 DNA， 他答应了。如果迈克尔所说的是实情，那希瑟生前的时间线又完整了一些。接着，警方查看了酒吧和公寓附近的监控。酒吧的监控很清晰，迈克尔摸了摸希瑟的头，他们还用手机合影，两人看起来很亲密，
之后，希瑟坐着迈克尔的车离开了酒吧。几分钟后，迈克尔的车来到一家便利店，希瑟下车去便利店买了一些东西。这是希瑟生前最后的画面，监控内容和迈克尔的描述基本相符。很快，希瑟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希瑟的死因为颈部受压导致的窒息，他头上是被钝器击伤。侵犯试剂盒确认了希瑟曾被侵犯，并提取了罪犯的 DNA。警方将 DNA 样本送往田纳西犯罪实验室。经分析确认，迈克尔的 DNA 与现场的 DNA 不匹配。在迈克尔的嫌疑被排除后，警方找到了希瑟的前男友查兹。查兹说，在限制令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希瑟了，并且他在案发当晚和现女友在一起。他的不在场证明很快被证实，因此查兹的嫌疑也被排除。但警方还是提取了查兹的 DNA 做进一步确认，之后的检测结果也证明查兹确实与此案无关。在2名重要嫌疑人被排除后，警方再次对凯尔西进行了询问，毕竟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警方问凯尔西，希瑟是否与他人结仇，是否有不良嗜好。凯尔西说，希瑟非常讨人喜欢，不会与人结仇，而且他很受异性的欢迎，简直是男孩磁铁。在和查兹分手后，他的社交圈变得更广了，很多男孩追求他，他也和几个男孩关系比较亲密，但他绝不是一个坏女孩。希瑟很喜欢喝酒，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不良嗜好。凯尔西列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人的名字，其中他提到一个叫布兰德的人。凯尔西觉得这个人有些神秘，希瑟曾提起过好几次这个名字。几天前，他和希瑟在酒吧时第一次见到了布兰德和他的室友。说布兰德神秘的原因是，布兰德可能不是他的真名，而且不少人都听说过他，却又不知道他是谁。凯尔西还提到了另一个名字，那就是阿尔塔维奥。他拿出手机，打开社交软件给警方看。就在案发当晚，希瑟给凯尔西发了一张照片，是希瑟和几个男孩的合影，其中一个就是阿尔塔维奥。从照片上看，他们都很高兴，这是希瑟发给他的最后一条信息。凯尔西的说法令警方感到疑惑，因为之前迈克尔说，希瑟就是因为受到阿尔塔维奥的骚扰才打电话给他求助的，但现在看来，他们原本就是朋友。凯尔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阿尔塔维奥是个有趣的人，他和希瑟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此时警方想到，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希瑟的手机里可能还有其他有用的线索，但破解开机密码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于是询问凯尔西是否知道密码，凯尔西说是的，因为凯尔西的开机密码和希瑟是一样的。有了凯尔西的帮助，警方终于可以检查希瑟的手机了。在手机里，警方发现了一条奇怪的信息。在案发当晚2点23分，希瑟发送了一条信息给一个朋友，内容是邀请这个朋友去他的公寓，而这个朋友就是阿尔塔维奥。发送信息的时间就在迈克尔送希瑟回家几分钟后。不管希瑟和阿尔塔维奥是什么关系，又是因为什么改变了态度，阿尔塔维奥都是重要的嫌疑人。警方很快找到了阿尔塔维奥，在开始交谈时，警方意识到他似乎还不知道希瑟已经被谋杀了。警方并不确定他的反应是否是真的，但警方决定即使是真的也晚一点再告诉他，兴许会有别的收获。警方拿出那张合影，并询问他和希瑟的关系以及昨晚发生了什么。阿尔塔维奥回答说，他认识希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人的关系很亲密，昨晚在酒吧他们因为琐事吵了一架，仅此而已。然后警方接着问希瑟会用社交软件和他联系吗？他回答说是的。接着警方又问是否在半夜收到了希瑟的信息。阿尔塔维奥拿起手机说是的，但是当时他在睡觉，没有看到。警方说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因为希瑟昨晚被谋杀了，他发给你的信息是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信息并去了希瑟的公寓，那你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此时阿尔塔维奥吓了一大跳，
他说他确实在自己家里睡觉。询问结束后，警方问他是否愿意接受 DNA 测试，他没有拒绝。在等待测试结果的过程中，警方调查了阿尔塔维奥的不在场证明，他的几个室友可以证实他说的是实话，而 DNA 测试结果也证明他不是凶手。接连3个重要嫌疑人被排除，调查工作再次回到原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继续对希瑟的社交圈进行调查。他们找到当晚曾去过绅士吉姆酒吧的人，并一一做了笔录。在这些记录中，警方发现有一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那就是布兰德。就在调查的第8天，梅西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来自 TBI 犯罪实验室。他们告诉梅西，那枚血指纹的比对结果出来了，他正是属于神秘的布兰德·保林。这一重要线索令布兰德成为调查的目标。首先，警方调查了布兰德的个人资料，为的是查看他是否有前科，以及在哪儿可以找到他。22岁的布兰德·保林在田纳西没有前科，他的指纹记录是在运输货物时备案的。布兰德曾是个孤儿，他的养母帕特里夏·保林在他10周大的时候收养了他，这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传闻的原因。布兰德也是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学生，住在距离希瑟公寓约4公里的地方。此外，他还在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很快，警方在食品公司找到了他，并对他进行了审问。他告诉警方，他也是在酒吧认识希瑟的，他和希瑟都是一个名为巴东的约会网站的会员，同时他们还是社交软件上的好友。他去过希瑟的公寓，也和他发生过关系，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梅西认为他一定是在说谎，因为凯尔西曾说过几天前在酒吧第一次见过布兰德，而且犯罪现场床单上的指纹绝不可能是1个多月前留下的。于是梅西拿出了那枚指纹的照片。当布兰德看到照片后，头垂了下来，他变得很激动，不停地说着他不知道，还说那天只是为了庆祝希瑟考上了大学。他有些语无伦次。接下来梅西一连串的问题让布兰德无法招架，他一言不发，不知所措，但还是没有承认罪行。审问结束后，梅西要求提取他的 DNA， 他无奈地答应了，因为不答应反而嫌疑更大。之后警方申请了搜查令，以检查布兰德的手机。在手机里，警方发现了惊人的内容。希瑟的母亲詹妮弗清晰地记得，她作为受害者的妈妈确实想知道自己孩子遭遇了什么，但她得到的答案是可怕的。布兰德的手机里存放着案发当晚拍摄作案过程的视频，他用扳手攻击希瑟并侵犯了他，最后扼颈杀害了希瑟。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视频都会感到震惊，更别说是受害者的母亲。DNA 比对的结果是，布兰德的 DNA 与案发现场的 DNA 完全匹配。在掌握了血指纹和 DNA 证据的铁证后，布兰德被指控6项侵犯罪以及严重侵犯和1级谋杀罪。布兰德的保释金为100万美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他一直被关押在卢瑟福县拘留中心。梅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感到很庆幸能在案发现场找到那枚指纹，如果没有那枚指纹，想要找到凶手将会十分困难。2015年8月，针对布兰德·保林的预审在茂弗里斯伯勒法院进行。在庭审过程中， TBI 指纹专家戴夫·胡伯作为证人出庭。胡伯说，处理这枚指纹所需的唯一特殊技术是使用紫外线来增强阴影，以获得更好的极限对比度。他指出，数据库指纹与布兰德的右手拇指完全符合， DNA 证据也在布兰德的定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犯罪实验室专家查理·约翰逊指出，在受害者身上和体内发现的样本与多名嫌疑人提供的样本进行了比对，布兰德是唯一匹配的。根据认罪协议的内容，梅西还提供了布兰德手机上发现的视频证据。视频内容显示，他侵犯了半昏迷状态的希瑟。
原定于2018年6月的终审没有如期举行，原因是布兰德·保林在2018年2月提前在法院承认了罪行，并在认罪协议书上签了字。他还在法庭上叙述了案件过程。由于他之前去过希瑟的公寓，所以他知道希瑟没有关门的习惯。他在案发当晚开车行驶到希瑟公寓附近时，突然想去看看，公寓的门果然开着，但希瑟似乎是在等别人。对于他的突然闯入，希瑟很生气，两人因此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布兰德侵犯并杀害了希瑟。布兰德·保林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法官宣布判决后，詹妮弗先读了一份受害者陈述。她说：“我选择原谅布兰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忘记他所做的一切。我只是觉得我可以体会到布兰德母亲帕特里夏·保林失去儿子的痛苦，因为她也是受害者。她没有计划做这件事，她对自己的孩子同样抱有希望，就像我对我的孩子一样。”两个母亲在法院的走廊里拥抱，他们彼此承诺会在法庭以外的地方为对方祈祷。